我的妈，今天这个故事开局就给我 CPU 干烧了。屏幕上大字写着，老公，嫂子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。我直接好家伙，这信息量大的我一时间都不知道该从哪开始吐槽。7个月前，咱们的女主宋佑宁还沉浸在幸福的婚姻里，结果老公傅寒舟的亲哥车祸去世，留下一个怀着孕的嫂子江楚楚。宋佑宁这姐们儿心软啊，把嫂子当亲姐，日日炖补汤，次次陪产检，尽心尽力。结果换来了堪称史诗级的背刺。她老公傅寒舟一脸冷静地告诉她，没错，本家需要继承人，所以我让你嫂子怀了我的娃。我特么也惊呆了，这逻辑强烈建议纳入年度下头男行为大赏。遥想当年，宋佑宁为了救傅寒舟，伤了子宫，再也无法怀孕。那时候傅寒舟是怎么说的？他抱着女主，信誓旦旦地说，我只要你，孩子算什么？我这辈子都不要孩子。他真的我哭死。这深情款款的样子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啥子绝世好男人，结果一转头，责任的大山就压下来了，继承人的香火就比天大了。更离谱的是，这奇葩的一家子，傅寒舟的妈，那个战斗力堪比容嬷嬷的老太太，直接对着宋佑宁开大，老大没了，让小叔子顶上天经地义。你一个不下蛋的鸡，有什么脸在这质问？我的妈，这台词听得我拳头都硬了。而我们的男主傅寒舟非但不维护自己老婆，还一本正经的 PUA， 这是我们必须接受的现实。你不是喜欢小孩吗？等孩子出生了过继给你，喊你妈妈。我想现在你们大概知道了，什么叫我把你当老公，你拿我当冤种。这福气给你要不要啊？哥谁不一猫啊？宋佑宁当场就绷不住了，直接离家出走。零下10几度的天，他穿着单薄的衣服就冲了出去。结果你猜傅寒舟和他妈怎么说？他们笃定宋佑宁远嫁南陈，无依无靠，肯定会灰溜溜的跑回来认错。他妈甚至已经开始规划，等宋佑宁回来就让他去学月嫂，伺候身子娇气的江楚楚，美其名曰废物利用。我听完直接地铁老人手机，这哈人的操作简直不把人当人看。但是就在我以为女主马上要开启逆来顺受的苦情戏码时，一个电话直接把剧情送上了 YY 网文的高速。原来当年宋佑宁和傅寒舟结婚，因为他妈以死相逼，只是简单办了个仪式，压根就没领证，这不就是个致命空大吗？女主果断联系了另一位大佬，傅寒舟那位传说中的堂哥，分家真正的太子爷分叶。电话那头，分叶只回了2个字，算数。这边傅寒舟还沉浸在自己的霸总逻辑里，他发现宋佑宁在外面待了1夜还没服软，竟然开始解释，我和嫂子是试管的，我早就结扎了，我们之间清清白白。我真是要笑裂开了，这是啥子新型洗白话术？孩子都7个月了，你跟我说清清白白，这逻辑就跟说我虽然开了外挂，但我赢得堂堂正正一样离谱。他甚至觉得只要自己答应去领证，就是对宋佑宁天大的弥补和恩赐。然而就在2人要去民政局的节骨眼上，绿茶嫂子一个电话打来，说自己肚子疼，傅寒舟二话不说丢下女主就跑了。他留下一句，等我回来就带你去领证。我的头快要裂开了，兄弟，你是不是对自己的魅力有什么误解？被抛下的宋佑宁独自一人在医院输液，孤苦伶仃。而另一边，傅寒舟正对嫂子嘘寒问暖，嫂子还在朋友圈里凡尔赛，被人太在意了也是一种苦恼啊。此时此刻，宋佑宁终于大彻大悟，脏掉的男人就像掉进臭水沟的烤肠，该丢就丢。他果断搬进了分叶的豪宅。小伙伴们，接下来的场面你们可以把爽字打在弹幕上了。108位佣人3班倒伺候，无限额黑卡，1个亿的支票，500万现金随便花。管家说了，他傅寒舟不能给你的和给不起你的，在我们少爷这边都是最基础的配置，这才是霸总的正确打开方式嘛。傅寒舟这个下头男发现宋佑宁还没回来，竟然想出了停掉他所有银行卡的骚操作，以为能用钱逼他就范。他不知道的是，宋佑宁直接把婚戒卖了付医药费，反手就请律师告他拖欠3年工资。没错，女主在傅寒舟公司当牛做马3年，1分钱工资没拿过。这波劳动仲裁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反击。接下来剧情进入了职场斗法环节，傅寒舟为了报复宋佑宁卖婚戒，竟然把他跟了3个月的200万提成项目直接给了绿茶嫂子江楚楚，还美其名曰小小的警告。这公私不分的程度真是卑鄙的让人叹为观止。而江楚楚一上任就抢了宋佑宁的办公室，把他的电脑扔进垃圾堆，这下彻底点燃了宋佑宁的怒火。
江楚楚还嫌不够，凑上来疯狂补刀，炫耀自己和傅寒舟如何缠绵。宋佑宁忍无可忍，一巴掌扇了过去。傅寒舟冲进来，不分青红皂白就指责宋佑宁善妒，像个市井泼妇。江楚楚立刻开启绿茶圣母模式，哭哭啼啼地说：“你打我多少巴掌都没关系，只要你能消气。”你猜我们女主怎么回的？她冷笑一声，反手又是一巴掌，直接把江楚楚扇懵了。第一次见这种上赶着来找抽的。被彻底伤透心的宋佑宁决定离开，接受了顶级财团夜宴的 offer， 担任 AI 研发部首席。而傅寒舟还在做着春秋大梦，以为宋佑宁舍不得他，舍不得自己呕心沥血3年的 AI 项目，发布会那天一定会回来。更骚的操作来了，为了抢走宋佑宁的功劳，江楚楚竟然找人绑架了他，自己则穿上礼服，准备代替他上台发布那个名为星宇的 AI 情感互动软件。发布会现场，傅寒舟看着迟迟未到的宋佑宁，还以为他只是在耍小性子，卡点到场。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白月光老婆此刻正被五花大绑。江楚楚在台上大放异彩，窃取了本该属于宋佑宁的一切荣耀。台下掌声雷动，所有人都以为 FS 集团要一飞冲天，拿下夜宴的合作了。就在这个最高潮的时刻，咱们的女主宋佑宁她来了。傅寒舟和江楚楚大惊失色，想把她拦在门外，生怕她当众揭穿，让 FS 成为行业笑柄。傅寒舟甚至想把她软禁起来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宋佑宁拨通了一个电话，对着门口的保安说：“我到门口了，有恶犬拦路，出来接我一下。”下一秒，夜宴集团的高管亲自出现，毕恭毕敬地走向宋佑宁。在傅寒舟和江楚楚不可置信的目光中，宋佑宁缓缓说出了那句直接分神的话：“冯寒舟，我劝你把脑子放清楚点，我就是夜宴首席。”我的妈，这反转，这才是真正的龙王归来，王者降临啊！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接下来傅寒舟那张被打肿的脸了。